欢迎收听 The Deep Dive。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三星的大动作哦。他们正式跳进高阶 XR 这个算是竞技场了，推出了讨论度超级高的 Galaxy XR 头戴装置。对，这个新闻真的很大。我们手边呢，资料真的不少，从抢先拿到机器的评测报告，三星官方那个盛大的发表会内容，还有跟那个 Apple Vision Pro 还有 Meta Quest 3的详细比较。还有一些蛮有意思的评论影片。对，都有。所以今天的目标很清楚，要帮你好好拆解一下这台 Galaxy XR 到底有哪些能耐。跟它的劲敌就是 Vision Pro 还 Quest 3比起来，优势在哪，劣势又在哪？没错。还有一个最关键的，就是它大力整合的那个 Google Gemini AI。这是 AI 功能。对，这到底是噱头，还是说，真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这个很重要。有一个说法很有趣哦，说它的价格，只要 Vision Pro 的一半。真的假的？一半？对呀，但是塞进了那个顶级的 Micro OLED 荧幕，还有深度整合的 AI，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美好了？听起来是有点太划算。而且这装置从里到外都把 AI 当核心，这个策略跟对手真的不一样。对，这策略能不能成功，就看后续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仔细看看。好，首先要知道哦，这个 Galaxy XR 啊，它不是三星自己埋头苦干做出来的。不是单打独斗。对，是跟 Google 还有 Qualcomm， 就是高通三家联手的成果，用的是一个全新的 Android XR 平台。三方合作，这个平台蛮关键的。那规格上有几个重点，你可能听了会有很感觉。说来听听。萤幕绝对是焦点，单眼 4K 解析度的 Micro OLED。Micro OLED 这个厉害。据说解析度高达3852×3840，这代表什么？就是说那个黑色可以非常的深，色彩很鲜艳。对比度会很高。看过的人都说画面锐利的没话说，跟那个 Quest 3的 LCD 比起来，哇，完全是不同档次哦。对 ，LCD 跟 Micro OLED 的体验差距蛮大的。所以对很重视影音体验的你来说，光是这一点可能就很有吸引力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看电影、看影片应该很爽。再来是处理器，它用的是高通的 Snapdragon XR2 Plus Gen 2。XR2 Plus Gen 2，听起来好像比 Quest 3的 XR2 Gen 2快一点。对，规格上是好一点。但是重点来了，有来源指出，它的基础其实是好几年前的手机晶片，那个 Snapdragon 8 Gen 2。是用手机晶片改的。对啊，这不只代表它的效能跟苹果 M 系列，特别是 Vision Pro 最近不是更新到 M5 了吗？对 ，M5 效能很强。对，那跟 M5 比起来，一定有明显的差距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未来几年那个 XR 应用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它会不会很快就不够力了，过时了？这其实是个隐忧。如果想用个好几年，这点得考虑。对啊，对想长期使用的你来说，这真的是个得考虑的风险。没错。那设计上呢，它很刻意的走轻量化路线，大概545克，比 Vision Pro 轻了不少哦。轻很多外壳是用塑胶的。塑胶。这可能牺牲了一点那个高级感了。对，质感可能就没那么好。但换来的是可能比较耐用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舒适度。舒适度很重要。它的头戴不能拆，但是有那个额头垫，后面还有个转盘可以调整松紧，理论上配重应该不错。而且它下方是开放式的设计。开放式就是你看得到下面。对，方便你低头看键盘什么的，这对想用它来工作的人来说，可能是一个加分项。这个设计倒是蛮特别的是啊。这边有几个点，我觉得可以稍微深入想一下。那个 Android XR 平台理论上可以用 Google Play 商店里面的 App， 感觉潜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 App 数量应该很多。但这也可能是个双面刃初期可能会有一大堆根本没为 XR 优化的手机 App 就是直接搬过来用。对，那样体验反而会扣分。
跟苹果那个经营很久的 Vision OS 比起来，三星跟 Google，他们还需要非常非常努力去建立一个真正好用、原生的 XR 应用生态。这点倒是真的，生态系需要时间。还有刚刚提到的适中度。Galaxy XR 很明显就是想在这点上，赢过 Vision Pro。对，打它的痛点。毕竟嘛，如果一个装置你戴不久，功能再强也是白搭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这也让人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说这种相对还是有点笨重的头戴装置，它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过渡产品？你是说未来会有更轻便的？对啊，很多来源都提到，真正的未来搞不好是在于那种更像普通眼镜的 AR 装置。三星跟 Google 自己在发表会上好像也有暗示这个哦。没错，所以 Galaxy XR 在适中度上的努力，或许也是为了那个更长远的目标在铺路，先让大家习惯带点东西在头上。有道理。好，那规格听起来是有亮点，但也有一些让人有点担心的地方。对，但账面数字是一回事嘛，实际戴上头那个感觉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根据那些抢先体验的报告，真实感受怎么样啊？这个很重要。视觉效果就如同我们预期的，那个 Micro OLED 萤幕普遍都拿到好评。画面锐利，沉浸感很强。视野 Field of View 大概是水平109度，垂直100度，跟 Quest 3差不多，算是标准范围内。差不多可以接受。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透视 Pass Through 功能啊，就是看到外面世界的效果。对。这里的说法就有点分歧了。怎么说？有人说颜色不错，品质蛮接近 Vision Pro 的，但也有人说还是有明显的颗粒感，不够清晰。所以还没到完美就是了。对啊，这本身就透露出一个讯息，就是要做到跟我们肉眼看到的一样，那种无缝融合现实世界。三星可能还没完全搞定。这对他想强调的那个生产力应用可能会有点影响哦。如果你看键盘或周围环境不够清楚，对啊，会不会是个小小的阻碍？这很难说。再来是互动方式很多元哦。可以用手势追踪，就是类似 Vision Pro 那种捏手指的动作。捏合手势。也可以用眼动追踪来选东西。那如果你想玩游戏，或是需要更精准的操作，就要用控制器了吗？对，可以选购控制器，外形有点像 Quest 的，但是是用 AA 电池啊 ？AA 电池不是充电的哦。对，这点蛮妙的。当然还有语音控制，靠的就是那个 Gemini AI。不过那个手势和眼动追踪好像还不是100%完美。有评测提到会有延迟，或是你两只手交叉的时候，可能会追踪失败。这个小问题如果常常发生，会蛮烦的。这种多模态互动啊，就是手、眼睛、语音、控制器，听起来很美好啦，给你很多弹性。对啊，想用哪个就用哪个。但反过来说，对新手可能会不会有点复杂？那个学习曲线会不会太陡？有可能。而且，如果像你说的追踪不够稳定，那反而会让人觉得很烦躁。这点可能真的需要时间来验证跟改进。确实，那舒适度呢？刚刚有提到，对，舒适度这点几乎是一面倒的好评大家都说舒服。对啊，多数人都同意它比 Vision Pro 轻，然后重量分布也比较好，长时间戴着那个压力小很多。哇，那看来三星在这方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，抓住了 Vision Pro 的一个大痛点。没错，是相对舒服是没错啦，但这个标准可能有点低怎么说？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比较舒服，别忘了还是有评测提到，戴久了某些地方还是会有压力点还是会有不舒服的地方。对，所以对你来说，这个舒服到底够不够让你真的带着它工作2小时，或者看完一部电影？恐怕还不好说。也是了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。这优势很重要，但可能没有宣传的那么决定性。而且要驱动这么高解析度的萤幕，我们刚刚提到的那颗处理器其实有点吃力。对，效能问题。这就必须依赖一个很关键的技术了，叫做注视点渲染 （Foveated Rendering）。对，你有提到这个技术，
这个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？给听众了解一下。好啊，简单说就是利用那个眼动追踪啊，只在你眼睛正盯着看的那个小范围，用最高的解析度去画图。哦，只画视觉焦点。对，旁边你没在看的地方，就用比较低的解析度模糊处理掉，这样可以大大减轻那个处理器的负担。了解，节省运算资源。对，让你感觉画面好像还是很顺畅。对于 Galaxy Air 这种用了很高阶的萤幕，但是处理器效能又不像苹果 M 系列那么变态的装置来说，这个技术不是加分项，它是必需品。哦，是必备的。对，如果那个眼动追踪不够快，或是不够准，那注视点渲染的效果就会打折扣。会怎么样？你可能就会注意到焦点外面那个模糊的区域，这样就会影响沉浸感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眼动追踪的准确度跟速度就很重要了。非常重要。了解了，所以注视点渲染是为了弥补硬体上的差距。好，了解了这些体验的细节之后，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它到底能做什么？对，应用场景。官方跟评测主要都聚焦在哪些应用场景上啊？生产力好像是一个重点。工作用途。可以开好几个虚拟萤幕，加上那个方便看键盘的设计，理论上应该蛮适合多工处理的。听起来不错。影音娱乐也是它的强项，那个 Micro OLED 看电影效果一定很好，而且目前 Netflix 的原生 XR App， 是它独有哦。哦，这个是个卖点。对呀，然后 YouTube 也能看各种 VR 影片，或是把2D 的影片放大，弄成一个虚拟大荧幕。娱乐方面好像不错。但是这次最大的卖点，毫无疑问就是那个 AI 整合。来了 Gemini AI。对 ，Google Gemini 玩法很多样哦。你可以叫 Gemini 带你用 Google 地图做那种3D 飞行探索程式。哇，听起来很酷。还可以问他景点的资讯，他还可以把你的旧的2D 照片转成那种有动态效果的3D 回忆，把旧照片变立体。对，听起来蛮神奇的。还可以用那个画圈搜寻，在画面上看到什么东西圈起来就能查。这个手机上也有。整合进来了。对。还有玩游戏卡关的时候，可以问他提示，甚至在一些特定的互动内容里面，你可以跟 AI 角色对话，跟 AI 角色聊天。哇，感觉应用很多元。这个 Gemini 的整合啊，确实是三星想要打出来的差异化的王牌。对，跟对手不一样的地方。它不只是能听懂你说话，它还能看到你眼前看到的东西，然后结合你的手势、眼动来理解你的意图。多模态理解。对，这跟 Apple Vision Pro 目前相对比较保守的 AI 策略，就形成一个蛮明显的对比。Vision Pro 好像比较没强调 AI 这一块。对，没那么强调。这种多模态具备情境感知能力的 AI 潜力其实非常非常大，未来搞不好可以主动预测你的需求。听起来厉害。不过这也马上引出几个关键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第一，这些 AI 功能到底有多少是在你头上那台装置完成的？有多少资料要存回云端处理？运算在哪里做？对，这直接影响到反应速度，还有使用者最在意的就是隐私。隐私绝对是打在问。没错，当 AI 能看见、听见你的世界，那资料安全跟透明度就变得超级重要。三星跟 Google 这方面要怎么处理？这点很重要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这些 AI 功能听起来很酷啦，但它们真的能构成一个非买不可的理由吗？是必需品还是加分题？对啊，还是说比较像是锦上添花的功能？这点恐怕还有待市场来验证。大家是不是真的愿意为这些 AI 功能买单？这就要看它实际用起来多有用了。好，谈到市场 ，Galaxy XR 一出来就直接要面对2大对手了。对，压力不小。我们来快速比较一下，帮你厘清一下。好，先对比 Apple Vision Pro， 最新的应该算 M5 版了。对，更新过的。最大的差异当然是价格嘛，大概$1800对上$3500，差很多。还有舒适度，刚刚说了 ，Galaxy XR 应该是赢的。材质质感 Vision Pro 比较好，但 Galaxy XR 可能比较耐用。取舍不同。处理器效能 Vision Pro 的 M5
应该是遥遥领先。这点没悬念。生态系的话，是开放的 Android XR 对上封闭的 Vision OS。AI 整合目前看起来 Galaxy XR 的 Gemini 更积极。对了，三星还送了价值不低的那个探索者礼包。哦，有送东西。对，这也是一个诱因啦。那再来对比 Meta Quest 3。这个价位差更多了。对啊，价格差距更大，大概$1800对上500而已。显示技术 Galaxy XR 的 Micro OLED 明显比较好，处理器也是 Galaxy XR 略强一点点，透视品质理论上也是 Galaxy XR 比较优。但是关键在于 Quest 3的那个游戏库还有 XR 应用生态系，哇，经过这么多年累积，成熟太多了。对 Quest 的内容真的多很多。特别是游戏，没错，这就点出了 Galaxy XR 那个有点尴尬的定位了。怎么说尴尬？他好像想在相对平价但技术比较普通的 Quest 3跟那个技术顶尖但贵得吓死人的 Vision Pro 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。对，找到一个甜蜜点。但这个$1800的价格，说真的不上不下，到底能吸引到谁？是那些觉得 Quest 3不够好，但是又买不起 Vision Pro 的那群人吗？这群人到底有多少？这是个问号。确实，这个市场区隔有多大还不知道。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大背景，就是 Apple Vision Pro 的销售，根据报道是不温不火。卖的没有预期好。对，市场对这种又大又重的头戴装置，普遍还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。甚至有人问说，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要存在？哇，这么直接。对啊，这显示整个高阶 XR 市场本身就还没找到真正起飞的那个动力。所以 Galaxy XR 就算解决了 Vision Pro 的一部分痛点，像是价格跟舒适度，可能还是要面对整个市场对这类产品的根本性质疑问。确实，这个为什么需要它的问题一直都在挥之不去。没错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好了。从各方面的来源来看 ，Galaxy XR 的优点跟缺点有哪些？帮你整理一下。好。优点很明显，比 Vision Pro 轻、舒服，而且便宜很多。价格跟舒适度是优势。顶级的 Micro OLED 萤幕，视觉效果很惊艳。Android XR 生态系有潜力，深度整合 Gemini AI 提供了一些独特的体验。影音效果好，还有控制器选项可以满足游戏需求。对。那缺点呢？$1800还是很贵啦，不是一般人随便买得起的。对，绝对不便宜。处理器效能不如苹果，有那个未来性的隐忧，塑胶感比较重。Android XR 生态系还是需要时间成熟，目前可能缺乏杀手级的原生应用。内容是关键。续航力大概就2小时左右，有点短。手势跟眼动追踪偶尔会不稳定，还有就是头戴装置本身那个笨重的限制，对物理限制。最后就是初期发售的地区也有限。这些都是要考量的点。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Galaxy XR 的策略其实蛮清晰的，就是用更好的舒适度、更低的价格，再加上 AI 这个武器来挑战 Vision Pro。对，目标很明确。但问题是，它真的完全解决了那些痛点吗？还是像某些评论说的，它比较像一个规格不错，但是软体生态、整体体验还没完全到位的半成品，或者说是一个过渡产品。半成品或过渡产品这个说法蛮重的。对啊，最核心的问题或许是，相较于你手上已经很好用的平板、笔电，甚至是大电视，Galaxy XR 到底能提供什么样无可取代的价值，让你愿意花将近6万块台币，而且还得忍受带着一个不算特别轻便的装置在头上。对，那个价值在哪里？目前看起来，不管是他讲的生产力、娱乐，还是那些很酷的 AI 功能，好像都还没有出现那个让大众觉得哇，我需要这个的杀手级应用。还没有那个非买不可的理由。对，这恐怕才是这类高阶头戴装置目前共同的困境吧。这个困境确实存在。好的。这次对Samsung Galaxy XR 的深入探讨，希望能帮你从硬体规格、实际体验、AI 整合，一直到市场定位，建立一个更清晰的轮廓。
非常谢谢你的参与。在我们结束之前呢，我想留下一个从今天讨论的这些资料延伸出来，但我们没有深入谈，可是我觉得蛮值得你去深思的问题。哦，是什么问题？就是啊，三星跟 Google 他们显然非常看重 Gemini AI， 还有那个未来的 AR 眼镜，对吧？对，他们一直有在提。那这次推出的这个 Galaxy XR， 除了卖产品本身，它收集到的那些使用者数据。数据？像是什么数据？比如说你看哪里，你看多久，你周遭环境的扫描结果，你用手势还是语音去互动，这些数据会怎么样被拿来训练 AI？训练 AI。最终，这些训练出来的成果又会怎么样应用在他们预告的那种更轻便、更融入日常的智慧眼镜上面？当科技从现在这种比较笨重的头盔、眼镜到未来那种可能无所不在的眼镜时，这对身为使用者的你来说，代表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未来，还是说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想到的新的风险，特别是在隐私跟自主性方面？哇，这个问题真的蛮深远的。AI 跟数据的应用，还有未来穿戴装置的演变，这确实是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，而且需要好好思考的发展方向。没错，科技的眼镜总是一体两面嘛。好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下次见。下次见。